大家好，一年即将翻篇，征途又将开启。王一博一年的辛辛苦苦，一下子就失去了最宝贵、最黄金的展示机会。然而，孤勇一身的王一博依旧是耍宝一枚，依旧在光影中寻找着自己的快乐。其实，除了电影，另外一个压力还是有的，因为品牌爸爸原本也是押了宝的，所以只问收获的金主们不会抱着理解的心态向前看，只会抱着金砖的心态向前看。目前为止，易烊千玺的心情，王炸弟弟还是体会得到的。正如《野蛮生长》当中难得搭戏赵丽颖的欧豪，其实七上八下的感觉也是同框同款的。视角永恒359度，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Shin Wan，我还是蛮喜欢王炸弟弟王一博淡定的耍宝。这不，王一博这就是街舞舞的光影花絮照流出后，哈利波特魔法小师傅上身的王一博立马就把不一样的淡定展现无疑了。一博队长光影花絮照新鲜掉落，还有多少人没有查收光影下的爆队？依旧是妥妥的酷盖一枚呀！这套造型真的好可，西装真的好高级。太喜欢酷盖的时尚感了，这一身真的有小魔法师王一博那味了，还显得优雅高贵。而且有没有人注意到，王一博用的灯光的颜色就是应援色，也太有心了吧！而且王一博队长大帅哥不仅是青年演员能歌善舞，还是顶尖舞者推广大使、滑板运动推广大使、冰雪运动推广大使。真的惊喜总在下一次，不仅对每一个舞蹈细节都把控到位，学习能力超快，轻松 get 动作技巧，整个练习过程游刃有余。果然爆队一出场，再难的动作都变得简单起来了。明明才周二就已经开始期待这就是街舞舞正片的摩托，大概已经按捺不住小板凳了，坐等这就是街舞舞王一博的精彩演出了。申万我这段日子已经提到多次了，这就是街舞节目可以说是优酷平台的王牌综艺节目。这几年各个平台陆续推出了很多不同类型的综艺节目，但其实大家也能够感受到，优酷在综艺节目这方面的热度并不是很高。之前在多个平台都推出选秀类节目的时候，优酷平台的选秀节目热度就是最低的。然而，这就是街舞节目几乎支撑了优酷多年以来的综艺热度。目前这档节目已经播出到了第5季，而前4季也都收获了很不错的口碑和收视效果。节目第1季播出的时候，也是大家新鲜感最强的时候。同类型的节目其实是很少的，因为这档节目吸引了很多热爱街舞的朋友，他们能够在节目中尽情地展示自己的实力，也能够和其他热爱街舞的朋友讨论相关的技巧。随着节目的播出，大家也能够感觉到节目组在制作方面的用心良苦，每一季都能够推出很多新鲜的玩法，所以节目播出的前几季，大家在看的时候也都非常有动力，尤其是舞者们在互相 PK 的时候，每一季节目都会有很多高能的瞬间能够燃起大家的热情。前4季的节目评分都达到了 7.5 以上，而截止到现在第5季，这就是街舞的评分只有 6.7 分，而和节目最高一季的评分差了足足有3分。很多网友都开始评价，这档节目已经处于高开低走的状态了，因为评分也突破了历史新低。这一期节目的讨论度确实没有之前那么高，观众们给出的差评理由也都五花八门，能够看出在很多环节上都出现了问题。其实早在官宣阵容的时候，大家就会有一些不同的声音。最开始的时候，舞者都是比较新鲜的，大家也都几乎没有见过面。但是这2季节目有很多以前参加过节目的舞者重返舞台。之前在官宣这些舞者的时候，有部分网友就会觉得无聊。这一季节目在赛制的设计上确实没有太多花样，所以观众们在追剧的时候也并没有很强的冲击感和热情。另外，大家也会觉得节目中对舞者的介绍相对较少一些，赛制上也很敷衍。
而关于判决评分的问题也存在很大争议。但其实这些都是竞技类节目的一些通病，因为在这种需要竞争的节目中，任何参加比赛的舞者都有自己的粉丝，所以评判结果都不会做到让所有人满意。另外，大家觉得这一季节目中团队合作的起舞比较多一些，但这样的设定是很难凸显出个人的一些风格和特色的。大家都为团队服务，就势必会要掩盖自己的锋芒。目前也有一部分粉丝朋友表示，只是因为王一博还在节目中，所以能支撑着自己看下去这档节目。不得不说，王一博的确为节目贡献了很多的热度和流量。想必节目组也能够通过这一次观众们的反馈做出一定的调整，因为这档节目的初心还是很受认可的。想要继续做下去，还是应该尽可能的保证作品的质量和水准。毕竟说来说去，金主爸爸也是有眼看的，您说对不？正如申万我反复提到的，这个相当魔幻的2022年对每个艺人都不友善，顶着主流加顶流光环的王一博也不例外。王一博本来有好几部电影在国庆档上线，但因为不可抗力因素都被撤档了。他这2年拍了很多电影，都是大投资，不过基本上都还没播出。很多黑子都在嘲王一博，说他炒了这么久好资源，要飞升电影咖，结果搞了这么大半天，一点动静也没有。王一博拍完《热烈》之后，短暂的休息了一阵子，他下一部戏定好了，也是电影，而且还是和影后惠英红合作。说白了，这部电影和之前的《无名》一样，都是找实力派来为他提咖冲奖。其实，王一博和易烊千玺都是蚂蚁系的人，不过蚂蚁系和易烊千玺的关系更加紧密，而且易烊千玺在没有考编事件翻车前，路人缘都很好。现在就看王一博后续作品播出后的反应了。只要他能有一部作品有成绩，后续直接不用愁。现在很多人都在唱衰易烊千玺，特别是王俊凯新电影票房持续走高后，还有人说王俊凯要接替易烊千玺在资本心里的位置，后续各种好资源会从易烊千玺转移到王俊凯身上。这个定论还太早了，易烊千玺手里的存货很多，而且资本还没放弃他。如果易烊千玺手里那几部电影都扑得很难看，资本才会有换人的打算。不过，正如申万我常说的团队，易烊千玺粉丝的战斗力还是很强，超强的，说不定真能把票房给扛上去。考编的事情对易烊千玺多多少少还是有点影响的。他以前代言价格特别高，现在也降了一些，但是没有网上说打5折那么夸张。他这个咖位的艺人，即使不接代言，也不可能直接降这么多，顶多是稍微减少一些，能够吸引更多的代言和品牌。他还拿下了波司登代言，这段时间团队一直在预热。易烊千玺后续还有电影资源，他和蚂蚁系有深度合作，演的电影基本上都是蚂蚁投资的。在视角永恒359度，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申万我的眼里，有时候从易烊千玺的身上就能看到王一博，同样的，在赵丽颖的身上也能看到欧豪的寄望。为什么申万我会这么说呢？因为申万我从去年说到了现在了，现在野蛮生长能够久久不发物料，想法还是有的，不像别的剧那样积极营业。这底气与低调也来自于对自家演员的肯定。赵丽颖、李光洁、欧豪概念海报上3人对视，尽显惬意之姿，有实力在手。光是预告片段里的画面，就可以看出在后期滤镜与剪辑上，这部剧的质感有多特别与高级。剧目2大出圈重点：赵丽颖胖乎乎的脸，欧豪细节到位的眼神戏，均已通过作品展现。赵丽颖直言拍戏过程有所增肥，为角色牺牲毫不在乎，这就是赵丽颖的自由和自信和幸福人设。
真的就是自信到爆的那种。野蛮生长首支预告放出，这首先被关注到的不是后期精心剪辑展现矛盾冲击的剧情，而是女主赵丽颖的状态。在第一个大镜头对联里边，秀发浮在她的脸上，她眼神复杂，遥遥望着远方，开始解释自己名字的由来。光是初登场就能从外形上看出许半夏脸部的圆润，这到了后边把镜头拉开，搭配上秋冬季节的衣裳，整个人的体态就朝着丰腴方面走去了。在情绪爆发需要做大表情的时候，甚至双下巴都出来了。于是乎，随着预告一起登上热搜的，还有对赵丽颖的形象管理质疑，觉得她发福不对。但实际上，赵丽颖在画面里白白胖胖的模样，恰恰好是贴合了原著。原文女主的外号就叫许胖子，身份是城府与手段强势的女老板。这大波浪卷起来，浓妆异化上配合上略显富态的脸，才一眼就能看出是个有点算计在身上的女人。对于为角色牺牲外貌，演员本人是一点也不在乎的，甚至为了不想舆论过度营销陷入捧杀，在赞誉发酵之前，立刻出来发动态表示自己只是拍着拍着就胖，下意识的而已。10万我感觉这赵小刀的自信简直废话不多说了。从偶像剧甜妹转型到主旋律剧飒爽女人，在为角色增重与减肥这件事上，她就达成了作为一个演员的基础素养。在幸福到万家时期，她扮演的和幸福是乡村女孩，大龄结婚，半生操劳，肉眼可见在画面里她两颊凹陷下去，棱角分明，眼里常常蓄满愁苦，打眼望过去便知生活艰难。将许半夏与和幸福放一起，从官宣照上的状态就能轻松区别两人。10万我之前大谈的欧豪，自然不会错过跟大姐大提升演技和咖位的机会。颜值不靠谱的欧豪，单眼皮反而成了优势，一个眼神全是愤怒不甘，胆小鬼令其努力被认证。唯一女主实力在线，领衔主演欧豪的变化也比想象中要来得快。在印象里，他好似还是左耳里边那个偏执怨气的男孩，转眼同样是出演高中生，他就能演绎心思缜密、温柔至极的秦理。网剧《胆小鬼》豆瓣评分7.7，剧情实在治愈，厄运总找苦命人。从校园里的青春朝气，到一个人踏上复仇之路后的隐忍悲痛，欧豪的单眼皮反倒成为他的特点，成功让他版本的秦理得到观众的喜爱。如今在《野蛮生长》里，一样的对脸镜头，赵丽颖被看到的是外貌上的变化，而她则是用一个流转的眼神，就诠释了愤怒与不甘。从预告里妇人哭喊着不得往生就能看出，《野蛮生长》是部底色偏向于悲戚的创业励志剧，有原著小说的加持，再配上俩重要演员，不怕不能吸引到观众。说实在的，雅痞的尺度是说不出的存在，例如王一博的雅痞感跟欧豪的雅痞感根本不是一回事。这次国庆节大放异彩的卡位王俊凯和超级绿叶大主张译，雅痞的感觉也是各有说法和观感，特别是丑男张译，他的雅痞虽然不耐看，却有直逼骨相，从内到外，这就像张译在圈内的口碑一模一样。口碑分两种，一种是为人很一般，另外一种是搞事业很牛批。张译在平时还是蛮大牌的，脾气大，动不动就得爆粗口，尤其是一起拍戏，对方如果表现不好，影响了拍摄，他真的会骂人。喜欢调戏妹子，说话带颜色，这点其实挺不好的。爱打游戏，拍戏空档，就是抱着手机玩手游，别人影响到他，也会骂人。用 N 年前比较流行的一个词就是耍大牌。不过张译也的确是大牌，事业方面他比较受圈内的认可，演技没得说。能吃苦，背台词也快，秒进入情绪。只要是为电影好，多拍几次也无所谓，是真敬业，扛票房。看到他的名字，真的能让观众花钱走进电影院，这一点对一个演员来说是最牛批的。人家说不拍综艺，主攻电影，就真的不去玩综艺。玩不起雅痞的王晶说过一句话，大概意思就是明星私德一点不重要，哪怕是个人渣，但拍的电影能卖高票房，在投资方眼里，他就是一个好演员。人品再好，拍的电影卖不出去，
投资方也不会用。这话真的是话糙理不糙。这次张译带着王俊凯上路的电影《万里归途》，同样算是用口碑说话了。申万我说过，本子，有时候简直就是团队的衍生物。相比王一博入场和撑场的国庆献礼大片《长空之王》，似乎《万里归途》算是拿捏稳了这个时间点，这个魔幻2022急需急吹的3样东西。一、真实力量，强故事核与类型奇观。电影《万里归途》的题材，尤其是有了真实事件作为改编的基础，为其铸就强故事核提供了天然的优势。片如其名，主人公们能否完成撤侨任务，以及他们自身是否能平安踏上归途，是整个故事的主要看点。在有了真实事件提供了真实力量以后，电影《万里归途》的类型属性逐渐展开。作为一部战争片，摄影机随着主人公大伟、程朗的目光，去展示着他们眼前的炮火与哀鸿遍野。显然，如同大多数战争题材的电影一样，战争场面作为电影里重要的视觉奇观而存在。与此同时，借助大伟、程朗所旁观的或者所亲历的残酷，电影编导表达了他对于故事里的这场战争的反思。值得一提的是，或许是因为电影导演饶晓志是戏剧人出身，所以整部电影的戏剧冲突做得很充足，基本上在每个场面里面都会存在着一个或重或轻的矛盾，而且这些矛盾都为故事接下来的发展埋下了伏笔。在紧张的节奏的安排之下，这些足够的戏剧冲突进一步提升了整个故事的戏剧张力。二、真切表演，人性本色与丰满角色。电影《万里归途》的动人，除了故事本身，更在于故事里角色的丰满。作为一部新主流电影里的新英雄，主人公宗大伟的角色形象突破了传统主旋律电影里的高大全。例如，在第一次撤侨的时候，他本可以按照原计划离开，但是却把座位让了出去。这样的选择是符合宗大伟的英雄的身份。但是，当他们一行4个人坐在车里返回大使馆的时候，宗大伟所表现出的暴躁，显然与传统主旋律电影里的主人公不太一样。从某种角度来说，当角色的形象更为接近人性本色的时候，也就提供给了演员更充分的表演空间。再一次，演员张译交出了一份高分答卷。在我看来，演员张译之所以能够成功地诠释了宗大伟这个角色，主要归功于他成功地把握了这个角色内在的心理矛盾，从而为宗大伟的每一次的戏剧动机都赋予了可被信服的情感逻辑。宗大伟是当之无愧的英雄人物，只是在英雄之外，他还是一位父亲、一位丈夫、一位兄弟，当然，他更是一个人。所以，宗大伟在面对反叛军提出的游戏面前，他会有天然的恐惧。但是，也正因为他的多重身份，为他在关键时刻提供了异于常人的勇气。三、真情叙事，私人情感与家国情怀。电影《万里归途》的情感叙事既有私人情感，也有家国情怀。电影编导在处理这2种情感叙事的时候，巧妙地将2者汇合在一起，共同编织出影像的情感力量。当宗大伟在完成了撤侨行动以后，原本都已经坐上车准备离开的宗大伟选择进入战区寻找白桦，是因为有人张明，可以视为是出于私人情感。但是在电影文本的语境里，当宗大伟选择为了私人情感而去冒险的时候，实际上他就在前文本里选择了为了大家，人物的家国情怀也就在这个过程里得到凸显。在尾声，宗大伟为了保护白桦和孤儿，选择接受了反叛军头目的游戏，他的戏剧动机可以被视为是为了小家。在第3枪开始之前，宗大伟与妻子陈月的电话作为此处的插曲，在这个通话里，久未谋面的夫妻所交流的一个核心话题是给新生儿起名。当然，宗大伟也首先借辞职这个话题谈了自己的心里话。但是不管怎样，这则通话更多的是充满着人间的烟火气，是关于小家。
当反叛军的头目阻止了他向自己开枪，并且用言语去捉弄与侮辱他的时候，他选择了向自己开枪。这里的开枪对宗大伟的英雄形象完成了最后的塑造和奠定，也顺利地将他2次为小家的戏剧动机再一次升级，成为了大家。因为这个戏剧动作既展示了宗大伟对于身份所肩负的职责的看重，同时也表达了他要保护所有人回家的信念与决心。整个归途万里，途中的所有万物都是故事的风景，而守护着游子们归途的宗大伟和程朗是故事的血肉骨骼，更是故事的灵魂。如果王一博的团队到位，这些触动人心的东西其实不难被王一博抢先品尝到。这就是王炸姐姐赵丽颖成功的唯一钥匙了。因为她说过一句掷地有声的粗浅名言，她说：“别让我抓住机会，一旦有，我一定会拼命抓住。”赵丽颖的演技让人喜欢看，愿意看也能看下去。只要是能够让人从她的身上看到一种认真和真诚，一种不会欺骗观众的感觉，不管演什么古墓剧、现代剧，都从角色中能感觉到一种不服输的坚毅，一直有自己的想法，而不是傻白甜的那种。演技还是很不错的，也并非说的什么矮子里拔高个、花千骨的全民现象级火爆，是他自己不可能复制的角色。他确实演出了花千骨的活泼可爱和灵气。那种贴合角色的精气神，只能他那个年纪有，你现在让他演也演不出来了。所以这种经典角色没什么可黑的。你以为他是傻白甜，比如花千骨、珊珊，但是赵丽颖演楚乔却是完全不同的呈现。再到心理医生沈宇和幸福以及早期的反派角色疏离，每个角色其实都找不到另一个角色身上的影子。有些演员演谁都像他自己，但赵丽颖的角色让人看每一个都没重叠，也都不是赵丽颖自己。这就是机会的不断把握和勇敢尝鲜了。为此，她的演技也在野蛮生长、野蛮开花中不断的根深叶茂，扶摇直上。每个角色都不同，且角色没有重叠的影子，很有可能和他的表演方式有关，就是他是内心带入人物，理解并感同身受之后去呈现出来。这点郑晓龙导演就说过，所以感觉所有角色都是完全不同的呈现。赵丽颖电影作品不是特别出彩，主要是她当时没有太多的资源接触到一个好的电影剧本和班底，如果剧本合适，角色能量身打造，一样可以出彩的。新万我感觉现在的咖位出击，即便站在章子怡的电影角色和位置，照样能散发出不一样的味道和魅力出来。毕竟千人千面，对于赵丽颖而言，大导演中依旧可塑。比如《乘风破浪》里的湘边女主，她的表现就很好。其实新万我感觉赵丽颖拍戏期间比较容易受角色影响，可以去看看她的那些访谈，每部戏期间的访谈给人感觉都不一样，她的神态语气会变得和角色很类似。不知道赵丽颖私下是否像梁朝伟？刘嘉玲就爆料过说，梁朝伟在私下有时候会感觉变成另外一个人。他曾经演过的那些角色会回到他身上，从内心体验去演戏的演员会出现这种现象。这场景似乎有点有匪拍摄的场景，如果大屏幕中云匪夫妇合体出现那种梦幻，或许就像刘嘉玲和梁朝伟的去世了。当然了，这种场景在蛋糕越来越小的明年不能说没有，因为魔幻的2022年都推送了这么多难以消化的魔幻出来了，诡异的2023年这是会更多。比方说，王一博之前被乐华以很优渥的条件谈了续约，但从公司上市失败后，又有新公司兴冲冲的来挖墙脚了，并且直接承诺可以帮他付违约金。这豪气是不是感觉很酸爽呢？而且豪气之外，新公司还拿最近几件事举例，认为现公司并不能很好的帮他公关舆论。说到这，新万我真的想笑，还是因为团队。不过他目前还没有跳槽的想法，和乐华都已经续约到2026年了，
短时间内不会贸然走的。认真的王一博还是很长情的，这点像谁呢？